如果你在便利商店上大夜，千万别蹲在监视器照不到的死角玩手机。你以为那里很安全，没有客人看见你，没有店长看见你，连监视器也看不见你。直到那天凌晨，我在那个角落自拍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死角，不是没人看见你，是没人看见你身后有什么。死角自拍，不要回头。我离开家乡来这个城市念大学后，第一个学会的不是独立，是算钱。房租、学费、交通、吃饭，每一笔都像在提醒我，我不是来浪漫生活的。所以我去应征便利商店。店长问我，大夜可以吗？我点头。理由很简单，大夜钱比较多，客人也少。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很赚，事情做完之后还能滑手机，对大学生来说根本像半工半玩。我没想到夜里最可怕的不是忙，是太闲，闲到你会听见一些白天永远听不见的东西。那间店不大，2排货架、座位区、微波区、咖啡机、收银台正对玻璃门，天花板上有好几颗监视器，拍门口，拍走道，拍柜台，只有一个角落拍不到。靠近仓库门旁边有个很小的转角，刚好被货架和柱子挡住。你站着还好，但只要一蹲下去，那里就是死角。背后是墙，旁边是货架，前面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到你。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，后来每次上大夜，只要把补货、清洁、清点都做完，我就会抱着手机蹲进那个角落，背贴墙，膝盖抱起来，短片、社群、聊天，一滑就滑到忘记时间，直到玻璃门叮咚一响，我才站起来去结账。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这样很爽，直到那个角落开始让我不舒服。第一次其实很小，我蹲着滑手机，滑到入迷时，后颈突然凉了一下，不是冷到发抖，就是像衣领被风轻轻吹开。我摸了摸脖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抬头看冷气出风口，离那里很远，但便利商店冷气本来就乱，我就没多想。第2天、第3天也一样，只要我蹲久一点，后颈就会凉一下，有时候还会听见一点很细的声音，很小，像冷藏柜吐气，也像你太累的时候耳朵自己放大的杂讯。我开始用很合理的方法解释它，冷气、压缩机、仓库门缝漏风，或者只是我太累。我没有觉得恐怖，我只是觉得那个角落有点怪，怪到你不想细想。但怪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它不会一次把你吓死，它只会每天来一点点，让你慢慢把不对劲当成日常。直到那天凌晨2点多，店里极安静，灯光白得没有温度，连自己的呼吸都听得见。我蹲在死角滑手机，滑到一半，后颈那股凉又出现了。这次不是一下就走，它停在那里，像一口很淡的气贴着我的皮肤。同时，那个细声也在，不是杂讯，更像某种很轻、很规律的吐气声。我整个人僵住，手指停在屏幕上，不敢继续滑。我屏住呼吸，想听清楚到底是什么。结果我一屏住，那个声音也停了，停得很干净，像有人跟着我一起闭住了呼吸。我心里一麻，立刻站起来。我转身看那个角落，墙就是墙，货架就是货架，地板、阴影、仓库门，一切都正常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逼自己冷静，一定是冷气，一定是回风，一定是我刚刚太安静，所以自己听错。我走回柜台，喝水，整理发票，心跳慢慢降下来。可那晚我不敢再蹲太久，因为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如果那只是风，为什么我屏住呼吸的时候，它也刚好停了？几天后，事情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那天大夜一样很闲，我把事情做完，又蹲进那个死角滑手机，滑到无聊的时候，
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突然打开相机自拍。半夜没人，脸被屏幕光照得很白，看起来有点可笑，又有点好玩。我换角度，换表情，连拍了好几张。拍到一半，玻璃门叮咚一响，有客人进来。我立刻站起来去结账，把手机塞回口袋，完全没看照片。客人走后，我又回去撑到快下班。快5点的时候，天色开始变淡，那种夜快结束了的感觉会让人松懈。我才拿出手机，打开相簿，想挑一张发现动。第一张很正常，我蹲在角落，背景是墙。第2张也正常，第3张还是正常。我滑到第4张的时候，手指停住了。照片里，我的背后多了一张脸，不是影子，不是反光，也不是模糊，是一张女人的脸。她贴在我的肩膀旁边，近得像她也在跟我一起自拍。她的皮肤白得像泡过水的纸，带着一点湿亮，眼睛睁得很大，眼白多到让人不舒服，瞳孔黑得像洞，嘴唇干裂却没有笑，她只是在看。我全身瞬间冷掉，手机直接从手上滑下去，砸在地上，啪！那声音在店里特别响，响到像在提醒我，我现在不是在做梦。我蹲在那里，看着掉在地上的手机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不敢捡，因为我第一个念头居然是，他现在是不是也在看我捡？我咬牙把手机捡起来，屏幕还停在那张照片，我手抖得几乎握不住，但我还是逼自己往后滑。下一张，他更近，脸几乎贴着我的后颈。再下一张，他的下巴像是靠在我的肩上，而照片里的我头微微偏了一点，像身体本能的想躲开，可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个动作。我继续滑，后面几张他越来越近，近到我肩膀旁边垂下一小撮黑色的头发，像发尾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所有合理解释都炸开了。后颈那股凉不是冷气，是他贴得太近的时候吐出来的气。那个细声也不是杂讯，是他在我背后呼吸。我一直以为那个角落有怪风，其实根本不是风，是他就在我背后。更可怕的是，我突然想起这几天每一次蹲在死角玩手机的画面。我笑，我皱眉，我发呆，我滑得入迷，而他就贴在我背后，近到像我们在看同一个屏幕。我猛地把手机屏幕关掉，可后颈那股凉还在，那代表他不在照片里，他在我背后。我不敢回头，因为我突然害怕，只要一回头，我的脸就会碰到他的脸。我几乎是冲出那个角落，冲到柜台后面，让自己站在灯最亮最空的地方。我背靠着柜台，不敢贴墙，不敢靠货架，不敢站在任何监视器拍不到的位置。我只想撑到交班，可是我撑不了。我抓起包包和外套，直接跑出店门。清晨的风很冷，吹在脸上像针一样刺。我站在路口喘到发抖，手指还是麻的。我不是被一张照片吓跑的，我是被那个突然明白的画面逼跑的。你以为你是在偷懒，你以为你躲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，其实你只是把自己最放松、最没有防备的样子交给一个贴在你背后的东西看。那天之后，我没有再回去上班，我把手机里那串自拍删掉了。删的时候手一直在抖。我不是怕照片外流，我是怕我留着它，就像把它也留在手机里。可是删掉之后，我发现另一件事更可怕。有时候半夜我滑手机滑到入迷，后颈会突然凉一下，就一下，像衣领被风吹开，也像有人在我背后吐出一口很淡的气。我会立刻把手机放下，坐直，让背离开墙。我不敢回头，也不敢照镜子，我只会等那股凉慢慢消失，才敢继续动。